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7.55，收盘价是274.3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8.98，最低价是在27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33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4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9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这样的线型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通常锤子线如果出现在高档的位置，并且在当日配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这样的一根锤子线它是止涨或者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锤子线的最低，那么将会确认股价变盘向下，即将开启下行的走势。那只有日后股价收盘价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那股价才能够继续上涨。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给出了两个方向，也就是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73。另外一个方向是下跌，股价的收盘价会在265.5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275附近。实际在9月15日收盘价是在274.39，出现了横盘。那么我们预测的横盘和实际发生的横盘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走势也基本相同。那我们刚刚说当日新生成的这是一个止涨或者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也就是回档。股价在9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出现下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242如果被跌破，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242在到达它之前，我们会看到上方各条均线值和这个缺口都将成为支撑。好，第二个目标就是228。228它只是一个支撑位，那股价如果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其实是212，也就是说在跌破242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2。那跌破212，我们会看到上方目前有一个头低，下方如果再出现底低，那么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好，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99.29这个前高。那站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
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那上方有头头高，下方有底底高。如果再能够站上299.29呢，将会继续出现头头高。那么也就是说，股价的这一波回档成功，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继续上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多次说过，只要股价站上300关口，也就是299.29，继续向上的目标就是414。那在到达414之前的这3个高点呢，它们仅仅是压力位，而并不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因为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股价如果站上300关口，实际上也就是说突破了自2021年11月份的这个历史的最高，到2023年1月6日这个最低，我们会看到300关口是在这一波下跌的中线这个位置。对，那通常这是一个强压力，所以股价一旦站上它呢，那上方的真正的压力就是前高是414，所以只要站上它，接下来的目标就是414。好，那么我们先给出一个中间目标，也就是站上299之后，接下来的目标是315，对，也就是前面的这个最高。好，当然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8日当日开盘之后，我们在盘中要关注的位置。那在之前我们给的，在9月15日盘中，我们关注的是271这个272附近，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对，好，那么到了9月1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71。271呢，既是这个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因为一旦股价跌破它，将会确认股价会变盘向下。对，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这个位置也是9月18日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我们关注它的原因是，股价如果在9月18日盘中能够在271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至少会出现叫做横盘，或者说是有可能会继续上行。但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71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收低，也就是回档。那也就是要确认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71。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由于是周初，我们再来看一下周 K 线图。好，对于周 K 线图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几条水平线。上方这条绿颜色水平线是266，是我们给的在9月11日当周收盘价，如果在高位会收在它的附近。下方这条绿颜色的水平线呢，是在240。那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收盘会在240。在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周这个 K 线的最低是243，也就是在243上方运行，也就是在5均值上方运行，股价是容易收高的。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3条线的回顾。那对于9月18日当周，我们给出上方股价的目标位是在280，我们调整它到280。280我们会看到是在前高上方的一点，同时它也是当周这根 K 线和上方这个
头头低下行趋势线的交点，也就是股价如果收高，我们认为会收在这个位置。好，当然，如果股价是收盘在这个位置，在当周会有高点出现，也就是会突破这个位置。好，下方呢，我们认为是会收在255附近。好，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我们认为收盘价，当周的收盘价会在255。那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64。好，264，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位置。264呢，实际上是前一周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我们把图放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如果在当周的周中股价出现了回档，因为我们刚刚在日 K 线图当中说，已经出现了止涨的信号 K 线，所以如果在当周股价出现回档，那下方如果在264这个位置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收高，或至少是一个在这个区域内出现一个横盘的现象。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一旦跌破了264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回补下方的缺口，最后收盘有可能会收在255附近。好，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那同时呢，这是我们说的对股价的预测。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会看到在当周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是收盘在高位，不仅是超过了前面的 K 线的高点，同时它也站上了这个2023年7月31日和之后的3个交易周，这叫连三红。连三红是下跌的动能，在之后必有新低的出现。但是我们会看到，在8月21日当周并没有出现新低，而是出现了反弹。那这样一来，也就是这个周收盘价还站上了这个连三红的最高，也就是瓦解了这个下跌的动能。同时，当周的成交量又是呈现的量增，但是呢，增量不大。虽然我们看到较前一周有很大的增幅，但是在前一周是只有4个交易日，所以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成交量增，收盘价站上前高，又瓦解了之前的3连红的下跌的 K 线组合这样一个动能。那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日后股价是会继续向上的。但是继续向上，我们会看到目前马上就面临着一个压力，也就是这个1号趋势线和当周的焦点。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高点确立的一条下行趋势线。那这也是股价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因为一旦突破它，将不再会有下行的趋势线。对，所以说呢，我们说目前既从 K 线信息角度来看，就是股价会继续上行，而上方在这个280附近又会有一个强压力，所以我们说在9月18日当周其实就是我们关键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只有突破的这条趋势线，日后才有可能继续上行，否则呢，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回档，或者说是呢，也就是横盘1周到2周，然后再去选择突破。对，好，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一些方面进行的解读。好，这是对于周 K 线图。那么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8月29日收盘价257，5%进场，然后在9月11日收盘，在273附近有10%的加仓，那一共是15%，它的成本位应该是在267附近。那在之前我们一直守的止损位是256。那获利位置呢，我们给了几个位置，一个是上方的趋势线，还有285，还有300关口。对，那么到了9月15日，这个仓位依然是持有的。如果没有获利出场，目前还是持有的。那在9月15日收盘价这个位置，由于出现了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建仓进场的。对，那么到了9月18日，如果这个仓位还没有出场，在9月18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56，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对，那同时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54，在这个位置，也接近到256。好，所以这是我们给的止损位。那如果说是获利呢，我们说在我们试训当中，我们不会给出获利的点位，我们只会给出获利的目标。例如我们刚说了是285比如说目前有前高279、285，还有300关口，这都是股价的获利的位置。对，因为这3个位置呢，股价都是很容易在这3个位置遇压而出现折返向下的，所以这是获利目标点。好，那么对于这个仓位，9月18日是可以即刻获利出场的，也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股价一旦跌破了256，应该是止损出场。这是在技术上说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目前股价只要开盘一直到上方的300关口，一直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那么他们的目标位就是回补这个缺口，跌破20日均线值。例如现在是在254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跌破下方的242，瓦解目前的多头趋势。那上方的回补位呢，应该是在279、285和300关口，这3个位置都是它的回补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9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79。当然我们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270，目前是在278附近，我们可以把它合并278到279。第二个压力位是从281到289，第三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1到274。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64到265之间。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256.5到260.5，然后20日均线值是在254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3，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64，收盘会收在265附近。
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4，最高上方会到达285，收盘会收在282.5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